我是200K 的人了，收入1个月能有多少？我的薪水。厂商很离谱的要求，他叫我拍2、3支 video 给我。人生中第2个 Q&A 就是今天的200K Q&A。突然想到我上一个 Q&A 是5年前，那时候是做一个80K 的。在5年的时间里面，我终于上到200K 了，现在是202千了。不用紧，我自己吃了。之前我在 IG 的时候就有放一个 post 出来，就是叫大家可以问一下我的问题，然后我就在想，有没有人问我问题？但其实我也是整理了一大堆，是由阿 Ken 去整理的。我是完全不知道那个问题会是问我什么东西，完完全全就是最自然、最发自内心的第一反应去回答你们。希望你们感受到我的真诚啊 ，OK？ 有些问题是很犀利的啊，真的吗？有些问题问的蛮专业的。忘记我跟大家讲一个东西，我的 IG 也是200K 了，哎呦很开心啊，不懂啊，就是很不可思议。我现在看我自己第一支影片啊，都不能相信，真的。开始吧。第一个问题，我们轻松一点，讲一讲你最喜欢的科技博主3个。我记得我上一个Q&A 的时候就已经讲过了，其实我的心没有变的。中国都要有中国人，你知道吗？那如果是中国的话，我很喜欢中国人者，中国快男 Eva 大梨子，大梨子切，不是。喂，这样子没有很喜欢，卖不了啊。等一下，我想看一下。哦，我现在最近也喜欢迪仔。像我问了，你不喜欢 Tim 哥？没有不喜欢 Tim 哥，Tim 哥内容真的很专业，但是就不是刚好没有戳中我的 type， 但是他内容真的很好。女孩子看 Tim 哥这类型的有点太科技哦，不是我喜欢的类型，不代表他不好。结果最前面是你的问题，这个是网友问还是你问的？好奇心罢了啫。你看了我知道。你走在路上有没有被人认出来？然后遇到过最尴尬的事情？我跟你讲，在我80K 的时候都没有那么多，因为那时候可能就没有那么多人看过我的影片。现在我是200K 的人了。最尴尬那一次，我去沙巴吧，半夜的时候，阿 Ken 突然讲想吃炸鸡，然后我就讲，沙巴不是有一个很出名的 Borneo Chicken 啊？然后我们讲走吧，骑着摩托，戴着 helmet， 全素颜，连口红都没有上。然后突然隔壁那个男生讲，你是可恩吗？在我穿着睡衣、蜡笔小新、素颜的时候，遇到他走过来跟我讲，你是可恩吗？你愿不愿意现在跟我合照一张？想不愿意，我走。这个是其中一个 case， 还有各种各样穿着睡衣的被认出，还有一个上云顶的，然后跟朋友在玩情景剧，在演示很大风，其实那时候没有风哦，然后我们就很大风，哇，好大风啊！然后旁边开门，你是可恩吗？然后我还在左等，是啊，我是。你现在200K 的 YouTube 了。收入1个月能有多少？这个问题你们在80K 已经问过我了，几百块美金吧。对，其实也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多，没有10倍、20倍，你哋諗多咗啦。对比80K 的时候，好像也增加不少哦。因为这个工作其实给了我一个蛮好的生活。80K 的时候都没有这么明确的 feel 到，可能就是当你做的可能比较好的时候，会很多品牌商开始会找我，然后我就有机会可以去到很多不同的国家，包括去过美国，然后去过 Europe 跟各种品牌的，其实就是很感恩，肯定是有5位数啦，就是对我的薪水没有我。公司有没有招人？招什么职位？现在公司有几个人？公司现在有5个人，我跟阿 Ken， 然后一个剪接师 Yellow。你们之前如果有看我们的那个 company trip 的 vlog， 其实都应该有看过他的黑黑的那个。哎妈，我真的生气了。然后还有一个小妹妹，叫 Celine， 然后还有一个是我们新请的，就是负责做 content producer 的啦。然后目前我们在招聘的有 videographer， 想请一个 manager。如果你们有这个技能的话，你们也欢迎可以 email 给我们，然后我们会再审视一下，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一起合作。当科技主播这些年下来，做过最后悔的一件事？其实没有如果要讲的话，可能就是曾经我以前刚入行没有多久，太不了解一个产品，可是就是没有讲到一些缺点，然后大家去买了之后才发现这个缺点的话，那个算是我比较后悔的一个东西吧。但是现在我会尽量去避免这个问题，然后把很难的东西简单化给你们知道，但是又不会 miss 掉一些重点，这个是我现在拍影片的宗旨啦。也希望对得起每一个观众，是真的。然后刚好你这个回答，我就挑另外一题上来啦。有没有某产品你用了半年、1年之后，
发现当初你测评的时候没有注意到的弱点，你还会推荐人家去买这个手机吗？我跟你讲，很老实告诉大家，10个博主里面10个应该都不会把这个影片拿下来。可能当初的确我没有测到，是我当初的不小心，但是会不会把那个影片拿下来，应该也不会啦，我觉得。会不会看起来很没有良心哦？但是我们这里有一贯的做法的，半年、1年后发现到他有这个弱点的话，人家问的话，我们还是会跟人家讲，对他有这个弱点。对，其实后面有一些粉丝还会私底下 PM 我。问我这个产品推不推荐还是什么的，如果我发现有这个问题了的话，我是真的有跟他讲的，我比较不太推荐他。就是只要你问，我们都会答。对，如果没有问就没有。这题应该很轻松的。你平常都是用什么 app 来调色的？每张照片都很好看。大家 screenshot 起来，叫做 Dustcam。iOS 有 ，Android 是用不到的。但是如果你是用 iPhone 的，你一定要 download 这个。然后我用的 filter 是这个 app 里面的这个 filter， 真的是绝子。它其实拍一拍就已经是有那个调色的滤镜啊，但是你后期可以再调它的光暗度，然后它出来就会非常无敌好看。我逢人就推荐这个，棒。现在开始问一点工作日常的，最社死的一次拍摄经历。第一，我最社死的是街拍，找人问问题，然后我通常是给人家拒绝，要么以为我是scammer， 不然就以为我是卖的。第二，也不是不可以，对。然后那整集我就又去人家的婚礼啦，然后也去当了一些保姆啦，调轨调还是怎样的。我觉得我有点矮，就是我不是很擅长做这一类型的挑战，尤其要接触很多陌生人。但是完成了是很开心，很满足。对，其实我看回去那个影片哦，你们还没有看，你们可以回去看啊。我觉得就是 achievement 吧，而且我自己觉得特别好看。婚礼那一集特别有意义。你时常去旅行出国，经验这样丰富，有没有想过要开团带我们一起吃喝玩乐？如果你们有这个想法的话，你们也可以找我，我们其实可以一起去合作workout。就是我没有办法自己去定制一个团，然后因为我毕竟也没有license嘛，所以如果有旅行社有兴趣做的话，其实也是可以找我们合作啦。我觉得，如果我开团的话，我一定是要带给你们最好的啦。那问这个题目的这位你不要假假，开团你带30个来啊！是你啊。讲一个你最想去的国家，最想定居下来的国家，跟最不想回去的国家。你们问的东西都跟科技没有什么相关的。我觉得冰岛，因为我真的很想去。最想定居的国家 Europe 吧，就是不要这样紧张紧绷的。日本也 OK 啦。最不想去或者最不想回去，我怕我讲出来给人骂，但是不要紧啊。我自己你讲看，或者你讲一点暗示，让人家去想看吧。没讲了，还有没有真实的城市啦？我们讲最不喜欢的城市是香港，因为我太多不好的 memory 在那边了，又给人骂，给人吹，放食物大力，然后很 stress， 就是人太多了，不是很喜欢啊。OK 了，不要讲这样子，香港人讨厌我。就是因为你经常要出国拍摄啊，这样子的话，你怎样克服 jet lag？ 其实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好睡的人，我的 skill 已经 level max， 对 level up 了。然后我就算去到 Europe 我是特别好睡的。第二天开始 jet lag 也是会有可能半夜2点会起来，可是每一天都会越来越好，然后慢慢就直接 adapt， 可能第4天就已经可以 adapt 去他们的时间了。其实没有对我来讲太大问题。你作为一个科技博主啦，也是这样去旅行啦，这样你身边一定会有带来一些什么科技产品的，你平时一定会带着什么出门更新的 brand 或者是产品吗？手机的话一定会带2台的，一台是 iPhone， 一台是当下我在测评的新机，就是像我们最近最常带的就是 OPPO Find X9 Ultra，vivo X300 Ultra， 因为他们拍人、拍远景、拍 concert 都很好用。相机是我现在目前拍着这个是 Sony A7M4， 然后也会带一台 Pocket。Insta360的 Luna Ultra 也很好用这样子，然后还有就是电脑这老实的我是 Windows 人来的，所以我一直用的都是 Acer、MSI， 也没有在用 MacBook 是 Arcan 在用，因为它剪片用的。Power Bank 会用 Adam Element 的，因为你们都知道我真的很喜欢他们的东西了，是真的不是业配啊。手表 Apple Watch，Huawei Watch， 还有车上随时都放着 HyperShell，但凡爬山走远程必备良药。有没有什么产品你拍完 review 之后真的自己花钱买回去？这条阿 Ken 讲还要自己回答，来你自己讲。没有，因为很多产品其实 review 了都还会放在我们这边蛮长一段时间的，因为要我们真正的去体验用过了，我们才能够分享到好还是不好的东西给你们嘛。相等于我们不买，我们都可以拥有它很长的一段时间。这样官方了。
啊，是咩买个屁嘛！有啊，买一台小米17 Pro Pro Max。Max 对，我在中国特地叫朋友帮我带回来的，这些都会的，会的。有没有收过一些厂商很离谱的要求？我印象中是有很多啦，但是我现在想不起来。比如说，他叫我拍2、3支 video， 给我100块。会有这种比较无良一点的 agency 或者是店家，就是用很少的钱想要买你很多东西。even 你不是博主也好，你收到这个 email， 你会觉得哇，我的时间不是时间嘛，我们时间就是钱，可是我要花这样长时间只得到100块这样子。合作的时候试过讲真话，得罪了品牌，然后怎么办？这个题目好溜哦。有拍摄的时候不小心讲一些大实话，然后厂商不是很喜欢，然后他就没有再找我了，然后我就打电话，终于愿意跟我沟通了，然后就跟我讲我做错了这个东西，然后他们不想再跟我合作了，还是怎样，训话了我一大轮，就是一直训，骂了我很久，然后我当下其实是哭的，因为我不懂原来我做的这个错是这么大的。那个内容的出发点就是为你们观众们大家的，对，就是我可能就是第一手爆了一些料，反正就是哎呀很伤心一下，现在比较 OK 了，就是慢慢的去修复这个。所以如果今天你们做内容的创作者啦，你们真的有时候不只是做内容而已，还有人际关系。以前我就是做内容就做内容罢了，我还要管这样的东西，那我不用 care 你生不生气我啦。那这个就是在 Highway 拍 Q&A 的后果了。现在长大了，就开始面对这些问题了，就觉得果然长大这一刻真的很难啊。小猪小朋友，我不只是要对你们交代，还有要对厂商跟品牌方交代，就是我要为我讲的每一句话负责任。就是你在早期阶段，你现在都200K 了嘛？这样有哪一类的视频是帮助你增长到最快的？我觉得重点是勤劳吧。做自媒体你真的但凡你一懒惰，你真的是什么都做不到了。你不能说你没有上班时间你就不工作，不能的。你就是反正你看到现在 on trend 是什么，你就勤劳拍。比如 tips and tricks 啊，开箱啊，包括现在我开始在拍 vlog 啊，电器啊，甚至是 EV 车啊，其实就是一直不断的吧。然后每一个阶段都会增长一些不同类型的粉丝，因为我一直以来从以前到现在都是在开箱科技产品。我相信你们也是看我开箱科技产品而认识我，好像有蛮多是因为我的 vlog 的。是哦，真的，很多路边，尤其是比较安迪那天有一个安迪跟我讲，他就是看了我的中国 vlog， 然后他决定去中国玩，然后他学着用支付宝。我们也遇过那种，就是说他看了我们土耳其的，他真的去报了那个土耳其团回来，真的很好玩。对，开心。如果你今天不做科技了，你觉得你会选择做哪一类型？可能会比较想做时事吧 ，BKK News 这样子，就是讲一些新闻啊，讲一些时事啊、政治啊，在发生的东西啊。即係轉頭咧兩條寶啦啊！不做博主了，最有可能是做什么工作？或者你最想要做什么？如果你今天不做，做老板，躺住不用做工那种。OK， 我要做什么我都不知道。老师，喂，想到了没有？你们真的这样不想看我做博主吗？有没有一个影片啊？你是以为他会爆的，结果翻车了？很多啊！我每次觉得他很爆的时候，结果他只有给我整句100个 view 这样子。不懂你们有没有看过《非常无敌爆》啊？就是爆着各种各样的那种中国厂商品牌的手机，很浮夸的600多千的 like， 然后我因为这个 video 我涨了差不多7000的粉丝。什么让你可以从以前跳出来，坚持到现在，有完成到你的目标吗？当初跳出来就是因为觉得不甘心就这样子一辈子了。从以前就有一个远大的梦想，就是想要把东西分享出去。所以以前我去当记者，然后后面我去挑战当 DJ， 然后博主是我唯一成功的案例，算是达到我想做的东西，就是第一手把知道的东西用很简单的方式讲给你们知道。其实这个是我永远的一个目标来的，我还算是蛮满意的，我觉得。在这个行业里面，学到了什么有意义的价值？哇，你们问题真的 deep 欸，怎么你会想到这种问题？我想不到的。我觉得入行这么久，最重要的就是对我讲的每一句话都要负责任。因为其实你入行久了，你就发现专业的不专业的可能会乱讲话，甚至他讲的东西他都没有想过
它会造成什么后果，他 just 讲不了。很多人因为他这个东西去做，踩雷了，失败了，犯法了，是我觉得自己接受不到的东西啊。博主 Starter Pack 101对自己讲过的话负责任。最近怀疑有人抄袭你，你对这个有什么看法？其实我可以接受他模仿我内容，但是我不能接受他模仿我99%，就是从我的剪接、内容、方向、搞表演方式、讲话语气、穿着都一模一样。他不是模仿了，他是学人精。他就是默默的在你身边，然后把你整个人搬去给自己身上，就是我会觉得很恐怖，我毛都站起来了，你懂吗？我目前看他的影片已经差不多有10多20支都跟我一模一样吧，换一点点形式。Insta 360 Snap 开团了吗？因为品牌方面的运输跟货量的问题，我们就没有做到啦。反正希望下次可以争取到，反正这个是没有成功的。最后的感言啊，就是讲一下，谢谢大家，真的这几年来一直去 follow 我，然后关注我，无论你是从以前一直都在的，还是你是最近看到我某个影片才 follow 我的，都是真的很谢谢你们留下来。希望我过后可以到300K， 然后到400K， 到500K， 最后到1 million 啊！然后你们全部都还在。对，这是我最大的开心吧。然后希望我自己也越做越多更好的内容，然后回报你们。希望下一次 Q&A 就是500K， 没有啦，300K 我会做啦。拜拜，在路边哦，哎，云顶。